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近乎奇迹的故事。一位饱受糖尿病困扰数十年的老人，血糖值竟然从 9.8 降到了 4.6， 而他所依靠的不是最新的昂贵药物，也不是什么先进疗法，而是餐桌上一道普通的料理，苦瓜加上一种常见食材。有人称这个组合是天然胰岛素，声称只要吃一次就能从此告别糖尿病。这样的说法让人震惊，也让无数糖尿病患者充满希望。毕竟糖尿病是现代社会极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全球约有超过4亿人正与糖尿病做斗争。在台湾，估计每10人就有1人罹患糖尿病。有效控制血糖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更决定了他们长远的健康风险。因此，任何声称能降血糖的疗法或偏方，一经出现总会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在充满期待的同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去探究其真伪。但这真的可能吗？苦瓜搭配哪一种食材，竟被赋予如此神奇的传说？背后有科学根据，还是只是美丽的误会？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揭开天然胰岛素的真相。故事要从那位老人说起。他今年70多岁，患有第2型糖尿病，已经30年。长期以来，他为了控糖可谓煞费苦心，按时服药，控制饮食，努力运动，但血糖仍然时高时低，空腹血糖经常飙到9以上。多年下来，他不但血糖控制不好，心态也日渐疲惫，几乎对降糖失去了信心。医生曾建议他加大药量，甚至开始使用胰岛素针剂，但老人一想到要天天打针，增加药物负担就打怵，也担心西药伤肝伤肾，内心非常排斥。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他对偏方秘诀格外感兴趣，希望找到不靠药物的自我疗法。就在这时，他在乡间听闻一个偏方，每天用苦瓜加上一种特殊食材煮水喝，能大幅降低血糖。起初他半信半疑，但想到自己打了这么久胰岛素，吞了无数颗药，仍然没把血糖彻底稳定下来，不如试试民间智慧。于是他按照偏方准备了材料，新鲜的绿苦瓜几根，搭配的还有被称作黑木耳的干燥菌菇。黑木耳又称木耳，是中餐里常见的食用菌，干货状态黑黑薄薄，泡水后会变得柔软滑嫩，常拿来凉拌或炒菜。老人将苦瓜切片，加上泡发好的黑木耳，一起放入锅中熬煮成汤水。每天早晨空腹，他盛一碗微苦的汤汁慢慢喝下，再把苦瓜和木耳也吃掉。一连吃了几天，他感觉饭后不那么口干舌燥了，晚上上厕所的次数似乎也减少了。更让他惊喜的是，1周后去医院复查，医生发现他的空腹血糖竟降到了4点多，已经接近正常人的范围。这结果让医护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老人激动的逢人便说，苦瓜加木耳真是神了，我30年的老糖尿病好像被他治好了。医生见到这样的化验结果，对老人近期的改变又惊又喜。他们一方面为老人血糖控制好转感到高兴，但也感到好奇，难道真是某种食疗发挥了奇效？医生耐心询问老人最近的饮食与生活变化。当得知老人每天早晨空腹饮用苦瓜黑木耳汤时，医生点了点头，表示苦瓜本身就是很好的蔬菜，常吃对身体有益，建议他继续保持。不过，医生也郑重嘱咐他不要因此擅自停掉药物，仍需按照原计划服药和监测血糖。老人嘴上答应得好，心里却盘算着，既然苦瓜汤那么管用，药是不是可以减一点呢？于是在后续几天里，他偷偷将自己部分口服降糖药的剂量减半，同时持续喝他的汤。幸运的是，他的血糖并没有马上反弹失控，依旧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准。这下老人更笃信自己发现了灵丹妙药。这个消息在当地传开后，村里其他几位糖尿病老战友也纷纷慕名来向他讨教偏方。老人乐呵呵地告诉大家苦瓜木耳的做法，许多人便开始效仿。有一位50多岁的大叔，每天喝了1星期后测血糖，的确从饭前8降低到了7左右。他高兴地称赞这汤有用。也有一位阿姨喝了半个月，感觉差别不大，反倒嫌汤汁太苦，难以下咽。即使效果因人而异，这个偏方还是在村子里火了起来。大家茶余饭后都在谈论，有的把它吹得神乎其神，
有的则半信半疑。随着时间推移，连邻近乡镇都有人闻讯前来取经。最终，这故事被一位年轻人拍成短影片传到了网上，才有了开头那条老人血糖从 9.8 降到 4.6 的爆红标题。顺便说明一下，胰岛素是我们人体胰脏制造的一种荷尔蒙，它的作用就像钥匙，能打开细胞的大门，把血液中的葡萄糖送进细胞燃烧或储存。没有胰岛素，血糖就会停留在血液里，损害身体各处，所以糖尿病患者才需要注射胰岛素或服用药物来协助降糖。而苦瓜之所以被昵称为天然胰岛素，正是因为它含有类似胰岛素作用的成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胰岛素的降糖效果。不过，这毕竟只是形象化的比喻，苦瓜成分远远不能完全取代真正的胰岛素。越是惊人的传闻，越值得我们冷静分析。苦瓜加黑木耳到底凭什么会被称为天然胰岛素？它真能让人只吃一次就告别糖尿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从苦瓜本身的秘密说起。首先登场的是苦瓜。苦瓜为什么会被期待降血糖呢？这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古代，中医典籍《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苦瓜性味苦寒，能清热解毒，除劳明目。传统上甚至用整株苦瓜入药，被认为可以治疗消渴症。所谓消渴，就是古人对糖尿病的称呼，意指口干多饮、多尿多食，身体消瘦的一组症状。也就是说，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注意到苦瓜对缓解糖尿病症状或许有帮助。事实上，不止在中国，在印度、东非、南美等地的传统医学中，苦瓜也都被当作可以帮助降血糖的天然药饵。苦瓜降糖的传说可谓历史悠久。进入现代科学时代后，研究人员开始对苦瓜的成分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它降血糖的秘密。结果发现，苦瓜全身是宝，从果肉、种子到叶子，都蕴含丰富的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其中几种成分与血糖调节特别相关。首先，苦瓜中含有一类三萜类化合物，也就是一种植物化学成分，能够启动细胞内的能量开关 AMPK 酶系统。这有什么用呢？ AMPK 就像身体的燃料感应器，当它被激活时，细胞会加速把血液中的葡萄糖运进来，燃烧转换成能量。简单说，苦瓜成分按下了细胞的开关，让血糖更快地被利用掉，从而降低血糖水平。其次，科学家们发现苦瓜提取物可以作用于一组特殊的受体，叫做 PPARR、阿尔法和 PPAR 伽马。这两个受体平时负责调节脂肪和糖分代谢。苦瓜的成分能够激活 PPAR 受体，相当于提高了胰岛素在身体内的敏感度。胰岛素敏感性提高，表示相同的胰岛素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更有效地把糖分送入细胞存储或利用。同时 PPAR 受体被激活，还能促进脂肪的分解，间接改善胰岛素阻抗。对第二型糖尿病人来说，胰岛素阻抗是大问题。胰岛素虽然有，但作用打折扣。苦瓜在细胞层面的作用似乎部分对准了这个问题，让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好。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苦瓜里竟然有一种类似胰岛素作用的蛋白。研究人员从苦瓜的种子和果实中提取出一种多肽类蛋白质，给糖尿病动物注射后发现能够降低血糖，效果就像胰岛素一样。这种物质后来被命名为多肽 P， 但大家更爱叫它植物胰岛素。顾名思义，植物胰岛素意指它的作用方式很像胰岛素，能刺激胰脏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或者直接产生类似胰岛素的降糖效果。有了这个发现，苦瓜降糖的传奇更添一笔科学佐证。试想，一种蔬菜里藏着天然的胰岛素，难怪民间一直流传苦瓜对糖尿病有帮助。除了上述三大机制促进细胞吃糖、提高胰岛素效力、提供类胰岛素物质外，苦瓜还有其他助降血糖的本领。比如，苦瓜本身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热量低又有饱足感，在饮食上可以替代部分高碳水食物，间接减少血糖负担。另外，有研究指出，苦瓜中的成分能抑制小肠里分解糖类的酶，让吃进去的淀粉糖分不会一下子全变成葡萄糖被吸收，可以延缓饭后血糖上升速度。苦瓜还富含抗氧化物质，
能减轻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发炎反应，保护胰岛细胞功能。可以说，苦瓜在糖尿病的攻防战中多管齐下，难怪人们给它戴上降糖高手的帽子。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想，既然科学研究都发现了这么多苦瓜的降糖功效，那它是不是早就该成为糖尿病人的标配食品，甚至当成药来用了呢？事实上，科学界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在验证苦瓜的实际疗效。例如1960年代就有科学家报道，从苦瓜中分离出名为扎兰汀 charantin 的物质，在动物实验中展现降血糖作用。20世纪末期，各种关于苦瓜的动物实验纷纷证实，苦瓜提取物能让糖尿病老鼠的血糖大幅下降。最常被引用的一个数据来自2003年印度学者的研究，他们将新鲜苦瓜干燥后制成萃取物，给糖尿病鼠喂食，每公斤体重20毫克剂量，结果老鼠的血糖下降了约 48%， 这个降幅相当惊人，几乎可媲美一些口服降糖药的效果。而且更令人称道的是，在那项实验中，苦瓜萃取物并未损害老鼠的肝肾功能，显示出相对的安全性。动物试验的成功带来了希望，于是陆续有研究开始进行小规模人体试验。早期的一些病例报告和初步临床试验显示，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食用苦瓜或其制成品，确实观察到空腹血糖降低、餐后血糖降低，甚至糖化血色素也有下降的趋势。这些结果让人振奋，仿佛苦瓜真的要成为糖尿病人的救星。特别是在10多年前，市面上一度出现许多山苦瓜胶囊或苦瓜胜肽锭等保健食品，声称提取了苦瓜中最精华的降糖成分，成为糖友们争相购买的热门产品。大家都期待透过科学萃取来获益，用天然的方法控制病情。然而，随着近10年来更严谨的大型临床试验展开，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采用随机对照分组的方法，让一组糖尿病患者服用苦瓜萃取胶囊或锭剂，另一组服用安慰剂或使用标准治疗，然后比较双方的降糖效果。多项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发现苦瓜组相较对照组血糖略有改善，有的则看不出明显差别。换言之，把苦瓜浓缩成保健食品吃下去，未必每次都能达到理想的控糖效果。科学家推测，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研究所用的苦瓜制剂浓度和来源不同，剂量难以统一，加上糖尿病患者本身情况差异很大，试验观察时间也有限，也许苦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作用。总之，目前医学证据尚无法证明苦瓜或其提取物可以替代标准的降糖药物疗法。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患者用自己的身体做过小实验。有一位糖友佩戴连续血糖监测仪器，在不同日子比较吃苦瓜与不吃苦瓜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他发现，在早餐前空腹吃下一份苦瓜后，当天早餐的血糖上升曲线比平日略为平缓，峰值也稍稍降低了一些，但并没有出现血糖狂跌或达到正常值的神奇现象。也就是说，苦瓜确实可能带来一点帮助，但远达不到一吃就降好几个单位血糖的程度。这样的亲身试验结果印证了科学研究的共识，苦瓜有辅助降糖效应，但不是强力的单一治疗手段。这并不意味着苦瓜没有用，恰恰相反，营养学家和医师普遍建议糖尿病人可以用食补的观念常吃苦瓜。毕竟苦瓜是天然的蔬菜，富含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各种植化素，热量低又有饱腹感，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对健康有益无害。把苦瓜当成辅助降糖的食物是完全可以的，但别期待1-2根苦瓜就创造奇迹。正规治疗，无论口服药还是胰岛素注射，仍然是血糖控制的主力。苦瓜扮演的更像是辅助助手的角色。尤其要提醒，如果有人因此就减少甚至停用了医生处方的药物，单靠苦瓜来治病可能会非常危险。糖尿病若控制不佳，长期高血糖会伤害全身器官，引发严重并发症。苦瓜再好，毕竟是食物，不是仙丹。现代医学强调实证，截至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光靠吃苦瓜就能让糖尿病痊愈。所以，聪明的做法是把苦瓜融入健康饮食，辅助控制血糖，但千万不要神化了它。
介绍完苦瓜，我们再看看与它搭档的黑木耳。黑木耳为何会被选来和苦瓜一起降糖？其实，在坊间许多天然降血糖食材的清单中，黑木耳几乎都名列其中。有人提出所谓降血糖七宝，列举秋葵、洋葱、山药、芹菜、海带、苦瓜和黑木耳这7种食物，认为它们都有助于稳定血糖。黑木耳不像苦瓜那样有植物胰岛素的称号，但它的优势在于另一个方面，高纤维与多糖体带来的缓冲效果。先简单认识一下黑木耳的营养。黑木耳是一种真菌，干燥品呈黑色薄片，泡水后体积膨大，带点透明感。在传统中医看来，黑木耳性平味甘，富含胶质，据说有滋阴润肺、补气强身的作用，被认为对消渴症也有益处。从现代营养分析，黑木耳水分含量高，热量很低，碳水化合物不多，但膳食纤维极为丰富。举个数字，100公克泡发后的黑木耳只有约24大卡热量，含碳水约 8.8 公克，却提供超过7公克的膳食纤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吃一碗黑木耳，摄入的糖分很少，纤维却很多。纤维可以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促进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等多种好处。对糖尿病人来说，高纤维食物能让饭后血糖不要冲得那么快那么高，而黑木耳正是一个理想的高纤低热量食材。相比之下，许多所谓滋补食材其实含有不少淀粉糖分，比如常被拿来与黑木耳相提并论的山药，每100公克白山药含有约75大卡热量， 15.7 公克碳水，膳食纤维却只有 1.4 公克。因此同样是一碗分量，黑木耳对血糖的冲击明显比山药低得多。难怪民间说黑木耳是糖尿病人的好朋友。然而黑木耳的妙处不仅在于纤维含量高，科学家对黑木耳的研究虽然没有苦瓜那么多，但在1998年，日本静冈大学和岐阜大学发表过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将黑木耳中提取出的水溶性多糖体喂食给糖尿病实验鼠，结果发现吃了黑木耳多糖的老鼠血糖明显降低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老鼠胰岛素的分泌量也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减少通常意味着血糖状况好转，因为身体不用释放那么多胰岛素来应对血糖。科学家分析，黑木耳多糖具有很高的粘稠度，它在肠胃中形成一种凝胶，让胃的排空速度变慢，食物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拉长，葡萄糖吸收的速度被延缓。换句话说，黑木耳多糖就像在肠道里筑起一道缓冲墙，让糖分子慢慢渗透进血液，而不是饭后短时间内蜂拥而上。如此一来，餐后血糖峰值下降了，胰岛也不需要过度工作。在这种作用机理下，黑木耳虽然不像胰岛素那样直接清除血液里的葡萄糖，但它达到了稳定血糖的效果。对糖尿病患者而言，平稳的血糖就意味着更低的风险和更小的身体负担。值得一提的是，苦瓜和黑木耳本身都是升糖指数 GI 很低的食物。简单来说， GI 值低表示这种食物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较慢，不会造成血糖的快速攀升。像白米饭、面包这类高碳水食物 GI 值就很高，糖尿病人吃了血糖容易飙升。相对的，苦瓜几乎不含会迅速被吸收的糖分，黑木耳的纤维又能拖慢其他食物的糖吸收，所以把它们和主食搭配，能有效降低一餐整体的升糖幅度。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友常被建议多吃蔬菜和菇类，减少精致淀粉，因为蔬菜菇类的 GI 通常较低，有助于稳定餐后血糖。除了降糖，黑木耳的健康益处还有很多，比如它富含植物胶质，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有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人常常合并高血脂或动脉硬化，多吃黑木耳对保护心血管很有帮助。另外，黑木耳含铁量高，是天然的补血食材，也含有钙、维生素、B 族、蛋白质等营养。这些与降血糖没有直接关系，但全面提升身体健康，有助对抗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可以说，黑木耳是一种平凡却优秀的食物，在糖尿病友的菜单上绝对值得有一席之地。不过，需要强调，针对黑木耳降血糖效果的人体，临床证据非常有限。换言之，我们知道黑木耳有利于血糖稳定，
但还无法量化的说每天要吃多少量才有效降血糖。有人也许会问，那我是不是该天天猛吃黑木耳？事实上不需要过量求快，一般建议适量摄取即可。比如一天吃个几十公克干品泡发的黑木耳，相当于一小碟的量，作为蔬菜的一部分，就能提供丰富的纤维。而烹调时尽量少放油和糖，清淡为宜，才能发挥黑木耳的健康作用。吃再好的食物也要讲求均衡，不可能只靠一味黑木耳就解决所有问题。看完苦瓜和黑木耳各自的绝技，我们再把目光拉回那碗神奇的天然胰岛素汤。苦瓜加黑木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组合？简单来说，这是双管齐下、攻守兼备的搭配。苦瓜像是进攻手，含有类似胰岛素的成分，主动出击降低血糖；黑木耳则像防守手，筑起纤维多糖的屏障，减缓糖分涌入血液的速度。两者相互配合，一个助攻，一个防守，理论上确实能从不同方向同时控制血糖。难怪有人形容苦瓜加黑木耳是黄金拍档，甚至直接冠以天然胰岛素的称号。不过理论归理论，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我们的老人体验到了血糖骤降的惊喜，但是否表示所有糖尿病患者吃这个组合都能立竿见影呢？更进一步，真的像网络传言所说，只吃一次从此告别糖尿病，那样神奇吗？现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首先要澄清，吃一次就痊愈，绝对是夸大的说法。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目前在医学上尚无根治的方法，除了极少数情况下透过减重手术或剧烈生活改变达成缓解。无论药物、胰岛素注射还是饮食疗法，目标都是控制血糖稳定在安全范围，而非一次性将疾病彻底赶走。因此宣称吃一顿苦瓜木耳就永别糖尿病，听起来就不合理。不妨想一想，如果真有吃一顿菜就痊愈的灵丹妙药，世上还会有那么多糖尿病病人吗？显然不可能。即使是效果最强的胰岛素也得天天打，何况食物呢？可以猜测，那位老人当时血糖的大幅下降，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他那天饮食特别清淡，活动量增加，或者测量仪器存在误差。单一个案的经验不足以作为普遍结论。随着这个传闻在网络上发酵，专家们也出面进行了辟谣。2023年，台湾的国民健康署针对苦瓜加黑木耳治好糖尿病的网传影片发布声明，提醒民众不要误信。专家指出，影片中的说法是混淆了实验研究和现实应用。苦瓜确实有一种苦瓜胜肽物质，在科学实验中证明过降血糖作用，但那是从苦瓜中高度浓缩提取出的胜肽，在小鼠等动物身上实验成功，并不代表吃新鲜苦瓜也能有同样效果。更何况那只是动物实验，尚无大型人体试验证实。在现实中，糖尿病的控制必须依靠医师指导的综合疗法，包括均衡饮食、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取、规律运动，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含血糖监测。苦瓜和黑木耳作为食物，可以成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但绝不能取代药物。国民健康署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因为网络留言就擅自停药，否则恐有生命危险。此外，不少人混淆了第2型和第1型糖尿病的差别。上述食疗哪怕有用，也主要对第2型糖尿病有效，因为第2型患者的胰脏尚能分泌一些胰岛素，而苦瓜等食物是帮助提升自身胰岛素功能，但第1型糖尿病患者自身几乎不产胰岛素，单靠苦瓜这类植物源成分是无法替代体内缺失的胰岛素的，这类患者仍然离不开外源胰岛素治疗。简而言之，任何糖尿病人都不应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偏方上。这番官方辟谣无疑给天然胰岛素的传奇浇了一盆冷水，但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不受误导。其实不止苦瓜黑木耳，坊间关于天然降糖秘方的传闻还有许多，比如有人相信洋葱能降糖，秋葵水能治糖尿病，甚至肉桂粉、南瓜藤等都曾被传得神乎其神。这些食材未必毫无作用，洋葱含有含硫化合物，秋葵粘液富含多糖，肉桂带有多酚类，在科学研究中都显示过一定稳定血糖的潜力，但它们的性质和苦瓜类似，只能作为辅助调节，必须长期配合整体生活方式管理才能奏效。
绝不可能几口下肚就药到病除。医学界对此类偏方的态度很一致，只要方法本身安全无害，患者在医师同意下多吃一些这类食物未尝不可，但前提是不能因此中断正规治疗，并且要密切监测自身血糖等指标，确保不出现危险波动。那么经过理性分析，是否意味着苦瓜加黑木耳一无是处呢？并非如此，我们撕下了神奇夸大的外衣，正好看到它真正的价值所在。苦瓜和黑木耳都是货真价实的好食材，它们对血糖的帮助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而非立竿见影的奇迹。长期来看，如果糖尿病患者能每天或经常在饮食中加入一些苦瓜、黑木耳，确实可以发挥辅助稳定血糖的效果。别忘了前面提到的各种机制，无论是苦瓜提高胰岛素敏感度，提供植物胰岛素，还是黑木耳延缓糖吸收，这些作用都不是假造的，只是它们需要日积月累，渐进的发挥功效。我们可以把苦瓜和黑木耳想象成两位勤勤恳恳的护理师，每天帮助身体调节血糖，但他们毕竟不是外科医生，做不到立刻斩草除根，他们更像是在背后默默助攻，让血糖曲线更平稳，让身体内环境更健康。对广大糖友来说，与其追求医铁根治的先方，不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这些天然食物融入每日三餐。比如用苦瓜入菜清炒或煲汤，哪怕胃苦也可以搭配其他食材调和一下。又或者每日来一小碟凉拌黑木耳，爽口又能增加纤维。需要注意的是，苦瓜生吃虽保留最多有效成分，但苦味太重，多数人难以接受，而且苦瓜属性偏寒，肠胃虚弱者不宜生吃。一般建议将苦瓜汆烫或快炒至半熟，既降低苦味，又保留作用成分。黑木耳则一定要充分煮熟再吃，因为生黑木耳含有对皮肤有害的物质，且可能沾染细菌。干燥黑木耳泡发后，可与各种菜肴同炒或煮汤，增加口感和营养。也有人把苦瓜切片晒干后泡茶代水饮，或用果汁机将烫过的苦瓜和黑木耳一起打成蔬菜汁，每天喝一杯。方式可以灵活多样，重点在适量且长期坚持。当然，任何食疗都不是万无一失，个体质差异很大。孕妇一般不建议大量吃苦瓜，传统认为苦瓜有活血作用，可能刺激子宫。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则要节制黑木耳的摄取，以免增加出血风险。总之，善用天然食物要讲求对症和适度，并与医学治疗相配合，才能既安全又有效。搭配整体均衡的饮食和运动，这些习惯将在不知不觉中改善代谢状况。很多研究显示，规律的健康饮食和适度运动可以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明显改善，甚至有机会减少药物剂量。在这个过程中，苦瓜和黑木耳等食疗帮手的确功不可没，但更大的功劳还是属于全面的生活方式管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天然食物效果有限，那科学上能否把苦瓜和黑木耳的有效成分变成真正的药呢？其实科学家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例如，从苦瓜中提取的苦瓜胜肽已经有人开发成胶囊，希望提供稳定浓度的植物胰岛素。未来也不排除将黑木耳多糖研制成某种降糖辅助剂，但这些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来检验安全性和有效性，短时间内还无法取代现有治疗。不过可以预见，药食同源的理念会激发更多研究，寻找食物中的活性物质来帮助对抗慢性疾病。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从苦瓜或其他植物中提炼出更强大的降糖药物，那将是大自然给人类的又一份厚礼。总而言之，苦瓜配黑木耳绝对称得上非常健康的饮食搭档，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益处，但它并非魔法药水，不能指望吃一次两次就根治疾病。天然胰岛素这个说法更多是形象的比喻，强调它们有助降糖，并不是让大家丢开胰岛素针剂的意思。对糖尿病患者而言，最可靠的做法是遵循医嘱，监测好血糖，同时在日常饮食中纳入苦瓜、黑木耳等天然食材来辅助控制。这样双管齐下，日积月累，你或许真的能大幅改善血糖控制，甚至让身体恢复接近正常的代谢状态。那时你可以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高血糖的困扰。
但这份成就不是靠某一次偏方奇迹，而是靠科学与自然结合的长期努力。真正的奇迹其实是我们自身。当我们愿意学习正确的健康知识并坚持行动，无论是苦瓜也好，黑木耳也好，甚至医生的药物也好，所有这些加起来才能创造出战胜糖尿病的可能。大自然提供了助力，人类还需自助，两者结合才能写下与疾病抗争的美丽篇章。最后再回到我们故事中的那位老人，在医师的建议下，他并没有真的扔掉胰岛素和所有药丸不管，而是将苦瓜和黑木耳长期加入三餐，同时继续遵循医嘱控制饮食和血糖。他的血糖的确比过去平稳许多，糖化血色素从原本的 9% 以上下降到了7%左右，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虽然不能说糖尿病就此痊愈，但至少暂时击退了高血糖这个麻烦鬼。老人逢人便笑着分享他的心得，苦瓜虽苦，但换来的健康是甜的。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食疗加上医疗的双管齐下，才是对抗糖尿病最有效的武器。希望每一位糖尿病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管理方式，把生活过得和正常人一样精彩。而苦瓜和黑木耳这对天然拍档，也将继续在许多人的餐桌上发挥他们小小但稳健的力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